殿下，我们为何不直接冲进去？那毕竟是我的皇爷爷和二哥，该给的面子还是要给的。属下跟随殿下10年，数个国家的皇宫都闯了，还真没闯过这大明的皇宫。朱允通是个穿越者，自从有了系统，就去周游列国了，凡是去过的地方，全都抢了一遍，为的就是今天。皇爷爷，他这是要逼宫，还请皇爷爷下旨将尹腾正法。皇爷爷，我回来了，请皇爷爷退位。哼，允通，300人就敢逼宫，你是看不起你皇爷爷，还是太高看你自己了？300人足矣。朱元璋有些意外的看着自己这个离家多年的孙子，但是这份胆魄就胜过朱允文10倍。行了，闹够了就退下吧。不孝子朱允腾本为皇城，屠杀禁军，谋权篡逆，大逆不道。还请皇爷爷你退位诏书。好小子，这是真要逼咱退位。那好，咱倒要看看你这些年在外面都学了些什么。你指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今大明立国20有5，咱年事已高，国政繁缛，难以普治。皇孙允听，性行庶民，天资聪颖，立为新帝，以继大统，亲在。谢皇爷爷，新帝已立，圣旨已颁，谁赞成？谁反对？我反对。我也反对。很好，卓营灭了。朱允腾，你这个疯子，这些都是国家的地图。舅舅、舅爷，允腾回来了，我来拿回本该属于我的东西。允腾，你这般行事实在是有些冲动了。即便是你手中的火器威力巨大，但是大明禁军何止10万，陛下只是没有跟你一般见识。还有你那些叔叔，他们每个都是手握重兵，只要陛下一纸诏书让他们进京勤王，到时候事情就再也没有余地了。是啊，允腾，我看你还是不要冲动，跟陛下认个错，事情未必没有转机。舅舅、舅爷，不必担心，我有办法应对。我只问你们一句，是想要做我的伏龙之臣，还是想要安稳做个富家翁？如果朱允文继位，你们都不会有好下场；而我继位，你们就是我的功臣。朱允腾，你一个人造反还不够吗？还要拉上自己的亲戚陪葬吗？梁国公、开国公，你们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？这是造反，你们难道不要命了吗？听到朱允文的话，蓝玉和长茂相视一眼，纠结转为坚定，两人同时开口：臣参见陛下。请皇爷爷一驾。哼，臣等恭送太上皇，恭送陛下。启禀陛下，此战我方歼敌1372人，无人伤亡。区区300人，面对数万禁军，竟是无一人伤亡。嘿嘿，皇爷爷，孙儿麾下的这些士卒可还不错。允通，你以为做皇帝手中有兵就够了，火器先进就够了？皇帝没这么好当的。那就请皇爷爷拭目以待。那你准备怎么处置你二哥？整日满嘴仁义道德，这样的人还不配做我的对手。允通，你以为杀几个官员，像蓝玉等一干淮西武将打感情牌，就能在朝堂上站稳脚跟？你还是太年轻，朝堂上的事没你想的这么简单。皇爷爷说的是，孙儿受教了，只不过我有自己的想法，还请皇爷爷拭目以待。朱允通和朱元璋看似是在闲聊，实则都在互相试探。朱允通能够看出，其实朱元璋并不在乎自己是太上皇还是洪武皇帝，他只是想要知道自己的打算。目前朱元璋并没有想要出手阻止自己的意思。启禀陛下，京城附近驻军正在急速向皇城赶来，知道该怎么办吗？明白，坦克队已在城门列队完毕。皇爷爷要不要去看看？这些京城驻军可是大明最精锐的军队，肯定不会听孙儿的话。要是孙儿不小心将他们全灭了，大明可就要元气大伤了。几千人还想全歼10几万京城驻军，看你还能装到什么时候？这是火炮，但又不像咱大明如今最好的红衣大炮，也不过100门而已，这起码有200-300了。回皇爷爷，这东西确实脱身于火炮，名叫坦克，至于威力如何，皇爷爷拭目以待。这小子哪来的这么多先进的武器？难不成是这小子从海外弄来的？来将停马，陛下有令，靠近城楼100步之内者，杀无赦。臣救驾来迟，请陛下恕罪，请陛下下令攻城。允通，这还只是京城驻军的1半不到，就胜过你手中兵力10倍，你现在放弃还来得及。我看皇爷爷还是让他们回去吧。说到底，他们如今也都是孤的士卒，若是一个不小心让他们全军覆没，孤也于心不忍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把你的底牌都露出来吧。李景龙听令，攻城。御敌。皇爷爷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年纪轻轻，心高气傲，面对战争竟如此儿戏。今日皇爷爷就好好给你上第一课。皇爷爷若是再执迷不悟，这数万精兵一个都走不了。
朱元璋看到自己的将士被如此屠杀，心中就犹如刀刻一般疼痛，竟是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，快下令停火！这些士卒如果战死沙场，朱元璋不会多说一句话，但是如今因为皇家争位之事，竟是白白送命，这让朱元璋忍不住有些后悔。允通这么做是不是太过了？在此之前，孤就告诫过皇爷爷，只是皇爷爷一意孤行，不肯让他们退兵，这才落得如此局面。说到底，杀了他们的是孤，但是害死他们的是皇爷爷你。孤不止一次给过你和他们机会，是咱害死了他们。皇爷爷，他们的死跟您没有任何关系，是朱尹腾，是他杀了他们。让李景龙过来吧。陛下，臣无能，未能救驾，请陛下降罪。无妨，不怪你。九将向陛下投诚吧。你不就是陛下吗？太上皇已传位给了陛下。如今允通是皇帝，咱是太上皇了。没想到还是慢了一步。李景龙参见陛下。曹国公不必多礼，这京城驻军仍由你管理，有什么事找卓将军就行。我有诏令，也会着人去向你宣布。曹国公回去之后，将今日阵亡的这些将士统计一下，将其厚葬，按照最高阵亡抚恤金给他们家人发放。今日轻伤者赐钱万贯，官升一级；重伤不可留军者赐白银1000两，良田5亩，准其归家。是吧？曹国公今日伤的也不轻啊，回头去太医院看看，再去国库领上100两黄金。臣李景龙，谢陛下隆恩。看来这今年允通没少研究帝王心术，为了今天，估计准备了很长时间。朱元璋背着双手，缓缓走下城楼，留下萧索落寞的背影。着人将战场打扫一下，再派人把船上的东西都搬到国库里。山呼吾皇万岁！再三呼万岁！平身。朱元璋看到朱允通面对百官朝拜，竟是没有一点怯场，有些意外。朱允通笑了笑，将偏殿的朱元璋请过来。皇爷爷如何？孤可有帝王之相。你比允文更像你父亲，咱看到你就像是看到了彪坐上了这皇位一样。但你离开京城多年，在朝中毫无根基，再加上你昨天闹了这么一出，相信朝中这些官员对你的印象都不会太好。这些官员就算是表面顺从你，你又能如何呢？皇爷爷说的是这个问题，孤早就想到了。怎么，今日还要来一波血洗朝堂？皇爷爷误会了，孤本不好杀，更不忍心杀自己的臣子和士卒。孤昨日只不过是自保，还不得不动用武力镇压。这话你自己信吗？今日孤就民主一次，凡是愿意跟随孤的，俸禄提升3级，站到左边；不愿意跟随孤的，依旧想要效忠前太孙、效忠太上皇的，站到右边。孤不会杀你们，反而会给你们赐金放还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这就成前太孙了。皇爷爷看着就是。下方百官以蓝玉为首，一众淮西武将早已站好，剩下那些摇摆不定的武将，都想到朱允文宠幸文官，轻视武将，跟着朱元璋，俸禄都不够用，所以不管是为了眼前，还是日后，跟着朱允通，无疑是他们最好的选择。臣等是自尊陛下。诸位爱卿平身，谢陛下。皇爷爷，这可是让官员们自己选的，看来孤还是很得这些官员的心的。把大名交给孤，您就可以放心颐养天年了。都是些武夫罢了，他们手中又没有实权，就算是跟着你，又能如何？好了，轮到你们表态了。文官听到朱元璋催促，全都忍不住瑟瑟发抖。他们这些文官好不容易通过科举进入了这金銮殿，自然不甘心，投靠了朱允通，不但能够保住官身，还有更高的俸禄。所以这些文官愧疚地看向朱元璋。练子宁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可是东宫侍讲，昨日死的大臣里还有你的衣钵传人。而此时朱元璋又看到朱允文的亲信齐泰、黄子成等人，竟也愧疚看向自己。都是一群软骨头，咱给朱允文选的都是这么一群货色。太上皇，先太孙，对不住了，陛下给的实在是太多了。来人，陛下救命！皇爷爷，他们如今是孤的人。朱允通看向台下剩下的那些人，他们不敢对朱允通发难，却敢对这些同僚发难。尔等受陛下提携之恩，又受朝廷俸禄，如今有人篡位，尔等竟然直接投降，岂为人乎？这般墙头草，这官不做也罢。很好，既然你们选择了太上皇，那孤就兑现自己的话，给你们赐金放还。归朝之后，将官印交到吏部，再去找卓将军领一锭金子，归乡养老去吧。谢陛下。皇爷爷对于孤的安排可还满意？朱元璋没有说话。如今在这京城中，已经没有扳倒朱允通的底牌了。至于让儿子们进京勤王，也还没到那个地步。而且他也想看看朱允通到底适不适合当皇帝。目前看来，允通确实比朱允文强上不少。皇爷爷可知为何孤只是给他们提升了3倍俸禄，他们便毫不犹豫地投入了孤的麾下？想不到我大明竟是养了一群眼中只有银钱的小人。不，皇爷爷错了。这么多年来，您一直杀贪官，但是却永远杀不绝，可知为何？你已经10年没回来了，还知道这些，
看来还是下了功夫的，不愧是咱的孙子，10年磨一剑，一招使锋芒。那你说说为何？大明朝官员的俸禄是历朝历代以来最低的。皇爷爷此举本是为了遏制官员的奢靡之风，但是皇爷爷想过没有，这些官员的俸禄远远不够养家所用，更不用说在官场上下打点，在生存和官位不保的双重压力下，他们怎么可能不贪？是这样吗？是啊，太上皇，你给的太少了。难道咱给他们的俸禄真的太低了？不然他们为何会为了3倍的俸禄去追随朱允通？哼！恭送皇爷爷。皇爷爷，再这样下去，您一手缔造的大明必然会毁在他的手上。老子是你爹吗？什么事都得管着你，就知道哭。你咋就不敢跟允通干一架？他能逼咱退位，你就不能逼他退位吗？皇爷爷，嗣儿不是觊觎皇位，实在是看不下去朱允通的这番作风，嗜杀成性，绝对不是一个好皇帝该有的性格。嗜杀成性，咱杀的大臣可比允通多。你的意思是咱也不是好皇帝了？嗣儿不是这个意思。自古以来，开国皇帝曰武，2代皇帝曰文，就连唐太宗李世民的谥号文也是排在武之前。皇爷爷可知为何？怎么，你还教训起咱来了？嗣儿不敢，嗣儿只是想要告诉皇爷爷，开国皇帝打天下，继位的皇帝则是需要治天下。若是2位皇帝皆是好战的性格，天下难安。如今咱们大明朝国库几何，皇爷爷是最清楚的。如果有什么天灾人祸，连个赈灾的银子都拿不出来。黄子成，你们还有脸来见咱？陛下，太孙，你们误会了，臣等并非不忠。难道你们以为咱瞎了不成？陛下，此处不是说话的地方，请移驾。好了，现在说吧。若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咱不介意现在就砍了你们。陛下，太孙，如今广泽王窃居帝位，放肆！他如今是皇帝。是。太上皇，臣等今日假意屈身陛下，但是实是心系太孙。臣等欲效仿徐庶进曹营故事，不发一言，不献一策，为太上皇和太孙探听陛下的一步步谋划。听到这话，朱元璋和朱允文的脸色好了许多。行了，你们下去吧。记着你们说的话，要是让咱知道你们骗了咱，咱有100种办法让你们生不如死。是，臣等告退。但军如伴虎，不过如此了。是啊，他们天家争皇位，最难的还是咱们这些大臣，一个站错队就是万劫不复。这还是多亏了黄大人心思敏捷，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。黄大人在想什么？没什么。黄大人，我们3人曾经说过荣辱与共，如今我们如履薄冰，更要共同进退。黄大人，你有什么事就说出来。你们难道没看出来，太上皇的心思已经不在太孙身上了，而是在龙以上的那位身上？刚才朱元璋让他们称呼朱允通为陛下，明显就是承认把皇位传给他们。那黄大人的意思是，太上皇虽然已经没有让太孙继位的意思，但是我们是他培养起来留给太孙的。今日陛下为了稳住新归附的大臣，这才从太上皇手中保下了我们。若是日后那些大臣全都成了陛下真正的亲信，你觉得他还会保我们吗？这岂不是横竖都得死？若是太上皇驾崩，陛下定然不会放过太孙，我们又都是太孙党，那自然不会有好下场。不若我们正有此意。可今日我们跟太上皇说的是假意归附陛下啊。那你就假意归附陛下，等到日后陛下清算太孙，你跟太孙殉葬，做个忠臣也好青史留名。可我们如果真的归附了陛下，太上皇也不会放过我们。是啊，难就难在这里，我们几人手无实权。若是太孙还是以前的太孙，我们还能说得上话。可是如今是那位当政，我们根本无法展露才学，恐怕他根本就不会重视我们。这个朱允文还是改不了这背后告状的习惯，随他们怎么折腾去吧。对了，告诉倭国那边采出来的银块制成大明制式官银再送过来。是。陛下，黄子成3人退朝之后就去找了太上皇和太孙，根据暗中监视他们的锦衣卫的汇报，他们说是假意归附陛下，但是从东宫出来之后，他们几人又说要向陛下展露忠心。怎么，这是要玩碟中谍啊？这等墙头草，不如让属下先留着，最起码要让那些官员看到孤的容人之量，铁杆的太孙党孤独能容得下，那他们也就不担心了。陛下圣明，你让锦衣卫全国去找这3个姓杨的，找到之后好生礼遇，就说请他们进京做官，孤将对他们委以重任。是。皇爷爷，您这是要去哪？咱要去干嘛？还要跟你汇报？老子是你爷爷。你们陛下在哪？带咱去见他。回禀太上皇，陛下现在在吏部衙门，属下这就带您去见他。路上，朱元璋带到机会和这名士族闲聊。你跟随你们陛下多久了？回太上皇，当年陛下从福州下海，属下便跟着他的，如今已有10年了。那他麾下大概有多少士卒？是否每个都跟你们一样强悍？总有1万多人，但当初我们路过倭地，陛下留了不少人在那里，而且路过很多国家，陛下也都在那里建了大使馆，留了人跟随他回来大明的，只有5000多人。
虽然这名士族说得很轻松，但是朱元璋知道，在海外的这些年又去了这么多地方，朱允通必然经历过不少战争。不过心疼自己的孙子归心疼，对于他一回来就逼自己退位，朱元璋还是很不高兴的。黄爷爷这是来找姑的。没错，咱就是来找你的。你闹也闹够了，你的能耐，黄爷爷也看到了，你确实比允文更适合。黄爷爷是来让姑退位的。不错，允通，你还小，朝中的很多事你都处理不过来。姑如何处理不过来了？光是国家赋税和财政这些东西，就足够你焦头烂额了。皇帝不是这么好当的。黄爷爷，你不是说姑处理不好财政吗？那你随姑来。见到朱允通如此胸有成竹，朱元璋就跟了上去。这个方向是去国库，国库里有多少钱，咱可是一清二楚的。开门，给太上皇看看咱们大明如今的家底。是。这是我大明的国库，就是当年的宋朝，恐怕国库里也不会有这么多现银啊。允通，这些都是你带回来的，快告诉咱，你这些银子都是哪来的？黄爷爷，您先别急，其他几个库房也都装满了珠宝。这是暹罗国皇室才用得上的猫眼石。是的，太上皇，这颗猫眼石是属下当年亲手从暹罗国国主头顶上的皇冠上扣下来的。这是暹罗国国主头上的皇冠上的。姑周游列国，可不是空手而回的。黄爷爷，请跟姑来。允通，你这是要带咱去哪？到了您就知道了。这些都是粮食，这都是这些年姑在各国搜集来的适合大明种植的粮食、蔬菜和瓜果。由于太多，户部的库房是肯定放不下的，所以姑就让人在宫外建造库房，存放这些粮食。这么多粮食，这库房得建造到什么时候去？可别放坏了呀！万一刮风下雨的，可怎么办啊？允通，赶紧加派人手。黄爷爷放心，孙儿一切都安排好了，已经着人去找大量的工匠了，不出10天，简易的库房便会造好，到时候再逐步修建。听到朱允通的安排，朱元璋这才放心了一点。一定要好好对待这些粮食，这关系到咱们大明百姓的生计。太上皇，您就放心吧。允通，这些东西很多咱都不曾见过。黄爷爷进海多年，如今海外早已富足，这些银子、珠宝还有粮食都是最好的佐证，都是从海外得到的。没错，这10年时间，姑走海路，一路上去了不少国家，深知海外的富足，所以姑下一步的打算就是开海禁。不可，咱之所以禁海，是因为咱大明已经支撑不起大规模战争了，而且一旦开了海禁，倭寇进犯，该当如何？到时候我大明北有北元，南有倭寇，腹背受敌呀！说完之后，朱元璋顿时感觉有些不妥。现在国库这么多钱，而且朱允通手上还有那些厉害的武器，根本就不怕倭寇。黄爷爷近几年还听说过倭寇进犯，前几天福州府那边还说发现了小股倭寇呢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不可能，整个倭岛现在都被我们控制了，那些倭寇现在都是我们的奴隶，在给我们挖银矿能，那边现在连一只鸟都飞不出来。看来这些倭寇都是那些世家大族伪装的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海外贸易有多挣钱，黄爷爷应该是知道的。这个咱当然知道，但为了咱大明沿海地区的安宁，这个钱咱宁愿不挣。您是不挣，那些世家大族还有那些商贩，他们不挣吗？整个倭岛都是当初姑亲自领兵攻下来的，现在整个倭岛上的人都成了我们的倭奴，在为我们开采银矿，所以不可能来大明。那么就是有世家大族假装倭寇来抢夺沿海地区的资源，然后再私下出海贩售。你怎么就能确定那些倭寇一定不是真的呢？太上皇，您是不相信陛下手中的火器，还是不相信属下等人的能力？整个倭岛才多大？我们在那里留了4000多人，10辆坦克，掌控一个倭岛，自然不在话下。听完这话，朱元璋陷入了沉思，这可是灭国之功啊！允通，你到底打下了多少国家？这个姑还真记不清了，当时是走到哪里打到哪里。黄爷爷看到的这些银子都是抢来的。这不就跟那些倭寇一个尿性了吗？不过自己抢别人，跟别人抢自己，那感觉可不一样。其实黄爷爷海禁必是大于利的，你进了海，只能阻止倭寇进犯，但是我大明却因此与外界隔绝，根本不知道外界的任何事，一步落后便会步步落后，在国际交往中落后便要挨打。落后就要挨打，说得好，那你打算具体怎么做？第一步自然是开海，支持商人出海贸易，然后昭告天下，凡是愿意出海者，由朝廷拨出银两，给他们修建码头、船只。第二步，出海需按照固定航线进行航行贸易，朝廷会保证他们和货物的安全。可是，黄爷爷不必担心，姑有把握，万无一失。而此时北平燕王府，
朱棣手中拿着一份密报，这小子是疯了不成？刚回来就搞出这么大的动静，大哥怎么会生出这么一个逆子？殿下，事已至此，我们也无能为力。怎么就无能为力了？本王手中的燕山卫，个个都是身经百战的猛将，再加上老17手中的朵颜三卫，如何不能与他抗衡？只要父皇一声令下，各地藩王必定会积极响应。进京擒王，他只有那区区几千兵，如何挡得住？那殿下小王爷，京城禁军就有10几万，拱卫京师的主军将近10万。若是陛下真的要大力干，早就将允通小殿下镇压了。那大师的意思是，陛下这是在哄孙子玩呢。毕竟10年不见，又是掀太子的鼻子，不管做出什么事，陛下即便是不信，也会先忍着。如果陛下真的掌控不了大局，让藩王进京擒王的诏令早就到了。是啊，父王，如果您没有诏令就进京擒王，很容易被岸上有一新的帽子。大伯刚刚薨逝，皇爷爷不让任何藩王进京奔丧，这已经表明了皇爷爷的态度。自古以来，还从没听说过皇位有跳过儿子传给孙子的。诸位，今日孤让尔等集结在此，是有一个重要任务交给尔等，请陛下下旨。诸位也都知道，孤已经下旨开了海禁，而且孤也说过会派军队为船队护航。如今宝船已经备好，军事也已选拔完毕，福州府那边码头和商船也已经修建完毕，已经可以下海了。此次下海，由于洋作为指挥，尔等各领麾下士卒为商船保驾护航。奴婢恭领圣命，必不负陛下厚望。咱看过你制定的航线，几乎算得上是周游列国了，10年也未必能够回来，且海上不确定的因素太多。皇爷爷，光是士卒就7万多人，再加上那些出海的富商，怎么着也得有10几20万人，谁敢去抢？而且这些士卒乘坐的都是孤给他们准备的宝船，坦克的威力，皇爷爷你是见过的，他们的宝船上每艘上面都有20门。那些商人都是国家的蛀虫，心都黑得很。你给他们开了海禁，让他们挣了钱，他们可不会念你的好。这个孤自然知道，所以孤设立了海关税，孤给领队的那些百户，还有于洋说过，到一处国土停留1个月，商人可自由活动，进行经商，有问题找于洋，或是当初孤设立的大使馆，各地大使馆会统计他们在各地获得多少利润，需拿出30%作为税收，上缴国库。咱说你这脑袋怎么长的？出个海还能被你玩出花样来？难怪咱治理大明的时候，国库整天空虚，原来是因为咱进海。皇爷爷当时进海是没错的，但不该长时间进海，闭门造车可要不得。那这官员加官兵7万多人，他们干什么？他们则是负责和各地的大使馆传达孤的诏令，还有我大明如今的情况，然后再去见那些各国的国主，告诉他们孤已经成为大明皇帝，让他们前来觐见。你这是要让万国来朝？不错，可你连一点好处都不给人家，人家岂会来朝拜你？皇爷爷，您进海时间太长了，海外许多事可能都不知道，咱们大明的名号在海外已经不需要宣扬了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孤当初出门可是没带银子，您以为那些金银珠宝还有粮食都是怎么来的？听你手下的士卒说，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你抢的。没错，抢了就会打仗，咱们大明的威名孤早就打出来了。相信这些船队每到一个地方，只要是打着大明的旗号，不管是贸易也好，还是那些军官宣扬国威也好，都不是问题。皇爷爷以为送别人点东西，让别人表面对你臣服好，还是把他们打服更好？那自然是打服更好。大炮是用来丈量国土面积的，真理只存在于射程之内。日月山河为之名，孤要让日月所照之地皆知我大明的威名，要让这天下诸国皆是我大明朝的属国。凡我大明自民商队所到之地，各国皆要奉为上宾。听着这话，朱元璋也是有些热血沸腾，仿佛回到了当年在战场上的岁月。但逼自己退位这事，在朱元璋心里还是过不去。咱才是大明的皇帝，咱给你才是你的，咱不给你，你不能抢。也就是现在局势还在咱的掌控范围内，否则咱一声令下，到时候镇压了你，能保住你的性命都够呛，更别说把皇位传给你了。王上，不好了！慌什么？难道是有人造反了不成？不是，王上，10年前的那个大明船队，他们又来了，而且比上次人更多。你说什么？完了！快召集百官！不在登岸处，让百官去那边等着。跪迎，本王随后就到。是。海洋之上，浩浩荡荡的船队正在接近暹罗国东方的岸边。王监军，当初你们是不是跟陛下来过这里？当年我等随陛下下海，这第一站便是暹罗国。咱们如今出海的航线，就是当年我们跟随陛下出海的路线。这太不可思议了！那你们还去了哪里？吕宋、倭国、不列颠，竟然去了这么多地方。是啊，于公公，你是不知道，陛下当初带着我们横扫诸国，那些海上的倭寇、海盗
见到我们大明广泽王的旗号，要么乖乖绕道，要么就把那些金银珠宝全都拱手奉上。恐怖如斯！他们怎么又来了？我暹罗国难道又要遭遇一场浩劫？上一次就是这些战舰相隔数百里，在大海之上直接一炮轰进了我的皇宫。王上，想必这次咱们如此礼遇，他们应不会过多为难我们，大不了到时候再送他们点金银珠宝，也只能先这样了。国主，大使馆的人来了。见过大明天使。见过天朝上使。下官见过王将军。李大人，好久不见。是啊，自从10年前一别，已有10年了。见过大明天使。王将军，10年不见，广泽王可还好？他可来了，寡人可是想他想得紧啊。陛下此次并未到来，那这位是？这位是宫里的人，如今的大内总管于公公，是本次出海的总指挥。暹罗国见过于公公，这可使不得。于公公没什么使不得的，到了这里啊，就跟到了自己家一样。王将军，你忘了一件事。瞧我这记写，大明天朝圣之道。臣等恭听圣谕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欧诸宇腾，承千几命，必居大法，南面通洋，均遣商队将换天下，不通有功，凡天朝船队所至之处，各分国需以天朝使臣代之。若有冲突，问缘由，王将军可自行调动战舰和军士，幸哉！王将军，殿下当皇帝了。可不是，我们刚回大明就去了应天府，陛下直接发动宫变，逼太上皇退位，然后王将军就将那天发生的事对李凤阳说了一遍，听得李凤阳热血沸腾。哎，当初我怎么就选择留在了这里？你看我这10年除了养了一身肥肉，啥也没捞着，还不如当初跟着你们继续远航呢。谁说你啥也没捞着？你看看这是什么？今在礼部设外交司，统领驻各国大使馆，敕封李凤阳为驻暹罗国大使，官居正三品，其余一应官员从三品。各国消息往来，皆由各大使馆传递向外交司。臣谢陛下，愿为大明，鞠躬尽瘁。王将军看向那些商人说道：你们自行去进行贸易就行了，买货物也好，出售货物也好，都随你们。有问题就亮出大明商人的身份，要是还解决不了，就去大使馆，本将军会为你们做主的。听见这话，暹罗国国主对身边的官员吩咐道：吩咐下去，暹罗国所有商贩，凡是遇见大明商人，务必以礼相待。凡是大明朝的商人出售的货物，价格一律多出3倍。凡是大明朝商人要购买的货物，直接送给天朝的商人。多少银钱，找寡人来要。王将军这样安排可还好？国主，我们陛下说了，不需要如此，一切事宜按照正常贸易来就是了。若是国主真的想要对大明示好的话，不妨为我们稍微开一下方便之门，收购我们的货物，价格高一些，我们买你们的货物便宜一些。没问题，我们收购大明的货物多出30%，卖给大明的货物打个7折，大人觉得如何？甚好甚好。王大人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陛下说了，要细水长流，咱们不能如此蛮横。一来可以让他们感受到大明开海贸易的诚意，二来一次就把他们榨干了，日后还怎么贸易？大明前清宫，朱元璋的贴身太监正在汇报。陛下，殿下今日接了3个人进宫。什么人？奴婢不知，凡是能有资格入宫面圣的，奴婢都见过，但就是没见过这3人。这3人要么是地方官员，要么就是白身，但殿下好像对他们特别礼遇，竟是让卓营将军亲自出城迎接。那看来他是要重用这3个人了。走，咱也去看看。草民拜见陛下。都起来吧！这3人突然被皇帝召入京师，还是十分心惊胆战的。皇爷爷今日怎么有空来这里了？咱听说你从宫外接来了3个人，特意来看看。嘿嘿，皇爷爷消息还真是灵通，姑前脚刚把他们接进来，您就知道了消息，愣着干什么？太上皇问你们话呢。草民杨玉，江西太和人，参见太上皇。草民杨土，湖广石首人，参见太上皇。草民杨荣，福建建安人，参见太上皇。还真是白身，莫不是世间隐士大才？云通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他们3人乃是世间大才，孤欲委以重任。陛下搞错了吧？我们还没参加科举呢。你要给他们什么官职？翰林院编修，还是6部院外郎？都不是。难不成你要给他们一个6部侍郎的职位？这个等过几天皇爷爷就知道了。你们都先下去吧，姑陪皇爷爷说说话。是。听说皇爷爷当政的时候，每日勤勤恳恳地处理政务，1年到头都没个休息的时间，每天只能睡上2个半时辰。是啊，身为皇帝，怎能不忧心国家大事呢？允通啊，你现在也当了皇帝，皇爷爷不求你和咱一样勤政，但也不能放松。你要知道，均州明水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。那皇爷爷觉得当皇帝累不累？累呀，咱当初年轻的时候还好，现在上了年纪，光是那些政务咱就处理不过来了。尤其是出了胡惟庸那些事以后，咱就更不敢把权力交到别人手上了。当年有你爹帮衬，还算好点。那皇爷爷何不重新设立宰相？宰相手中的权力太大，
很容易就会威胁到皇权。你要重开宰相，这咱不答应。这也不是，孤召杨士奇3人入宫，就是让他们来为孤分忧，总揽朝政的。这绝对不行！你在朝中本就没有什么势力，别说一下子培养3个宰相，就是一个你也难以驾驭。别看他们3人出身低微，但是官员之间是最容易勾结的。到时候你一旦被他们架空，这大明可能就不姓朱了。皇爷爷不要急，听孤说完，孤欲设立内阁，分别为文渊阁、文华阁、文章阁3个内阁的首官为大学士，主要职责就是帮助孤处理政务，负责批红和驳回那些官员的奏章。咱咋就没想到呢？如此设立3阁，让他们互相牵制，处理政务，皇帝不就闲下来了吗？那3阁的具体分工呢？3阁互相对应6部，文渊阁负责处理礼部、刑部的事，由杨士奇担任文渊阁大学士。杨士奇为人坚韧不拔，又擅长宽容严谨，最适宜统领这2部。文华阁负责统领兵部和工部，由杨荣担任文华阁大学士。杨荣为人擅长谋划边防，这2部交给他统领也是最合适的。文章阁则是负责统领吏部和户部，由杨溥担任文章阁大学士。他为人谨慎，老成稳重，最合适掌管钱财和选拔官员。听着朱允通的规划，朱元璋心惊胆战。虽然是将丞相统领6部的权力给分化了，但是万一他们3人同气连枝，共同进退，这不还是给大明留下了祸根？允通，这是关系重大，你可想好了？皇爷爷放心，孙儿一切自有主张。内阁首辅虽然身居高位，但是手中权柄其实很小，只有批红之权，却无决断之权。他们批红过的奏章再呈给孤看，并且孤还将皇爷爷设立的司礼监改了一下，专门负责盯着内阁。内阁首辅手中有权，但是却有人监视；司礼监宦官手中无权，却可以监视内阁。如此一来，内阁和司礼监相互牵制，孤也能当个甩手掌柜，岂不美哉？还能这么玩？这权谋被你玩得明明白白的呀！官员之间相互牵制，你这个皇帝什么都不用管，内阁还负责帮你批红。咱当初天天起得比鸡早，睡得比狗晚的。孤听闻你们3人如今在朝堂上十分卖力，殿下错了，臣等乃是为大明计。好啊，孤倒是想听听孤什么地方说错了。其一，殿下如今降封为琅琊王，而不再是皇太孙，自称为孤，是为僭越。其二，殿下乃是皇室血裔，臣等为大明计，便是为殿下计。殿下方才那番话，分明是要和陛下撇清关系，此乃大不敬。滚！这3个墙头草见到孤失势，竟然如此对孤。等朱允腾下台，你们等着，孤必要你们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齐大人，你说咱们这样对琅琊王是不是不太好啊？有什么不好？如今我等既然已经决定效忠陛下，那自然是要和他撇清关系。相信今日我们被琅琊王赶出来的事，很快就会被陛下知道。我们这些天在朝堂上虽尽心尽力，但陛下何曾看过我们一眼？相信今日之后，陛下对我们的态度必会大为改观。是啊，如今宫里正在建造3阁，还要敕封3位内阁大学士，位列1品大员。我们正好3人，这岂不是陛下为我等准备的？今日之事，正好是我们向陛下表明了态度。这内阁大学士舍我等其谁？3位大人，今天来的挺早啊！今日是陛下敕封内阁首辅的日子，必须要早点啊！宣百官觐见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自胡安以来，我朝8丞相，皇帝统领6部，事务大小，悉以咨之。然人力有限，故意难免，统事有疏漏，贻误百姓，故甚惶恐，夙夜难眠。今设文华阁、文渊阁、文章阁，以为内阁，统领6部，钦哉！陛下圣明，臣等为大明贺，为陛下贺，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今命杨玉为文华阁大学士，官居正1品，统领礼吏2部，受批红之权；命杨荣为文渊阁大学士，官居正1品，统领兵工2部，受批红之权；命杨溥为文章阁大学士，官居正1品，统领户吏2部，受批红之权。是吉雄，是咱们3人。好像是吧？谢陛下，臣等必为大明鞠躬尽瘁。 3位爱卿平身吧。齐大人，你看着，这是陛下的安排，我等纵然不服，又能如何？他们3人何德何能，直接就授予内阁大学士的官职？他们刚刚做官，不懂做官的规矩，即便是1品大员，在朝中也是寸步难行的。退朝。朱允通离开之后，那些官员立马就将杨士奇3人围了起来。3位大人，恭喜恭喜！我等已备好酒席，为3位大人庆贺，请务必要赏脸啊！多谢各位大人。如今3位可是贵为内阁首辅，下官可当不起杨大人如此大礼。下官如太素，昔年曾官至户部尚书，如今是被贬为御史。哦，原来是如大人，真是失敬失敬。如大人为官当政不阿，名声如雷贯耳，在下早有耳闻。杨士奇一番话说的如太素沉默不语，哪有上来就接人老底？
我为什么被贬为了御史？那还不是因为刚正不阿得罪了朱元璋。3位大人，我们走吧。陛下选的这3个人确实是有本事。今日那些大臣请他们赴宴，他们为了不得罪人，硬着头皮去了。不过在宴席上，给了几乎每个官员一个下马威，专接人老底，甚至谁什么时候贪墨了多少银子都说得一清二楚，吓得那些大臣一个个如坐针毡。不然你以为孤为何召他们入宫，还直接授他们内阁大学士？看着吧，杨士奇是个眼里揉不得沙子又会做人的，而且孤本来就想给朝堂来波大换血，正好借他的手去做。老头子留的那些人都是给朱允文培养的，孤用起来不太顺手，而且这些书生溜须拍马的，孤也不喜欢。陛下圣明。去你的，东宫那边如何？自从齐泰3人和琅琊王划清界限以后，那些本来效忠于他的大臣，也学着齐泰等人跟他保持距离。俗话说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朱允文身边的人也自然都是那种张嘴仁义道德，背后2面3刀的小人。没错，齐泰那几个人在朝堂上勾结朋党，只知道玩弄权谋，却不办任何实事。你还懂治国？我就是个莽夫，大字不识几个，只是经常听陛下讲，便知道了一些。看来孤不光有做皇帝的潜质，亦有当教书先生的能耐啊。那是自然，陛下文治武功无人能敌。行了，下去吧，孤要就寝了。皇爷爷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慌慌张张的。皇爷爷，您还记得前几天册封那3个内阁大学士吗？咱当然记得。皇爷爷啊，这3人自从被任命为内阁大学士之后，就在朝中拉帮结派，打死拉拢翰林院那些举子，甚至还排挤一些元老旧臣。他们手中的权力虽然被分化，但说到底也是类似于宰相的职位。万一他们和胡惟庸一样狼子野心，您辛苦打下来的大名可是有倾覆之危啊！当初允通要设立内阁时，信誓旦旦跟咱保证绝不会出现这种情况，这才多久，竟然就发展到了这个地步。皇爷爷，他们3人不但勾结朋党，还公然受贿。那些大臣们为了巴结他们，几乎是3日一小宴，5日一大宴，每日都有不少官员给他们送礼。皇爷爷现在如果去查，一定能人赃并获。咱平生最恨的就是贪官，这种人死有余辜。知道咱为什么来见你们吗？回太上皇，微臣知道。知道还敢跟咱这么说话？想还给咱把他们都关进诏狱，赐死。这太上皇怎么不按套路出牌？自己如此硬气，不该问问缘由吗？上来就要赐死，太上皇冤枉啊！娘西皮，贪官还敢这么硬气？咱见过的贪官没有1万也有8000，每个都跟咱喊冤枉，拖下去。陛下驾到。你们是怎么搞的，让太上皇生这么大的气？回陛下，臣等奉旨受贿，却被太上皇误会，要将我们下诏狱赐死，求陛下为臣等做主。奉旨受贿是什么意思？是姑让他们收下那些官员送的礼的，也是姑让他们3人从翰林院选拔官员。你又要做什么？那些老臣都是皇爷爷选出来留给琅琊王的，姑用着不顺手，姑让杨府考察了一下，愿意效忠姑又有真才实学的，依旧留在朝堂为官。那些墙头草摇摆不定的，或是没有什么本事的，就赐金放还。至于空缺的官位，从翰林院或是民间选拔贤能补缺。好手段，这是要给朝堂来一波大换血，连咱的人都给换了呀！远游10年，不仅心思变得更加深沉，手段也强硬的可怕。但那些官员没有犯什么错，你凭什么将他们赐金放还？谁说他们没有犯错？以他们的俸禄，他们完全买不起给杨士奇他们送的礼，那么买礼物的钱从哪来的？是不是每个人都给你们送礼了？回太上皇，差不多。臣结合了东厂的情报对比了一下，只有少数几个官员不曾贪墨。姑的东厂可比皇爷爷的北镇府司办事效率高多了。那些官员每天吃什么饭，做什么事，见什么人，说什么话，都记录得一清二楚。他们贪污，还给他们赐金放还，也还是太心慈手软了。回太上皇，那些人大部分都是当年跟着您打天下的功臣，或是功臣之后，陛下想给他们一个体面的台阶，不至于让人说大明朝对待功臣卸磨杀驴。咱看你不是想要留个好名声，而是想要告诉天下人，做大明朝的官没有这么可怕。果然什么都瞒不过皇爷爷。今年胡惟庸案、空印案，皇爷爷大兴牢狱，杀了数万官员，导致大明官员空缺过大，还搞得无人敢入朝为官。姑这是要告诉天下人，大明朝换了皇帝，已经是个新的篇章了。你倒是会做人，此举不但能将那些官员贪墨的银两全部收回来，还能将朝堂上的官员换了，同时还能给自己留下一个好名声，真是好手段啊！这小子总是能换着花样给咱惊喜，他的帝王心术比咱玩的溜啊！早知如此，咱当年还培养朱允文那个废物干什么？皇爷爷，如今您是太上皇了，这些朝中事务还是不要插手的好，否则这些官员是听你的还是听姑的？允通，这大明是咱打下来的，这天下永远都是咱的。皇爷爷，你老了，是时候安心颐养天年了。这大明是咱一手创立的，咱永远都是大明的统治者。
可如今孤才是大明的皇帝。那又如何？你不会以为杀几个人，摆弄一下你的帝王心术，就能将咱扳倒，坐稳那把椅子？自然不是。孤知道皇爷爷最大的依仗不是那些官员，也不是什么权谋之术。皇爷爷对京城的掌控是锦衣卫，而对这天下的掌控则是那些藩王，4书的燕山卫，17书的朵颜三卫，还有各地藩王手中的精兵悍将，都是皇爷爷镇守天下最大的底牌，而他们自然会听您的，而不是孤这个侄子。你知道就好。蒋桓，回宫。对了，忘了告诉皇爷爷，孤之所以没有取消北镇抚司，是因为这些锦衣卫对皇爷爷足够忠心，能够保护你的安全。以后什么纠察百官、点诏狱之类的事情就不用做了。还有，如今北镇抚司中除了蒋桓的心腹，其他锦衣卫都被孤调到了东西两场。皇爷爷如今能调动的锦衣卫不过300人，但也足够保证你的安全了。云通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皇爷爷也知道孤远游多年，身边本就没多少人，如今回来更是只有几千人，想要短时间培养起来自己的势力不大可能。反正皇爷爷这些家底日后也是留给孤的，既然您不送出来，孤就只好自己动手取了。哼，你动那些官员，拔除咱的人，拉拢淮西武将，咱都不跟你计较。可是你不该动锦衣卫。皇爷爷，孤的锦衣卫绝对比你的锦衣卫更加好用。咱的锦衣卫个个都是军中好手，你再看看你这些骨瘦如柴、弱不禁风，如何能堪当皇帝眼线？你要知道，锦衣卫的作用可不止这些。这个孤自然知道。曹正纯，给太上皇看看你们的能耐。太上皇，这是奴婢这段时间搜集百官贪墨和不法之事的一部分。朱元璋一脸不悦地接过曹正纯递过来的东西，顿时瞪大了眼睛。这犯罪证据是真的？回太上皇，臣已经跟林大人聊过了，这些他供认不讳。看来当初咱还是手软了。皇爷爷也不用太生气，官场就是这样的，几乎从古至今都难以改变，钱和权力难以分割，而且这样的官员其实用起来更顺手，那些无欲无求、一心想要为百姓谋福的清官，反而才是难以驾驭的。你倒是看得开。其实手中有官员贪污的证据，反而比没有好，只要他们不犯什么大错，也就不用拿出来。可若是有一天看他不顺眼了，翻翻旧账，该杀杀。这么说，你继位以来就知道这些官员的不法之事了？孤之所以没有处置他们，也是为了皇爷爷你的体面。哼，那咱还得谢谢你喽。朱元璋走后，朱允通淡然道：“说说吧，最近遇到了什么难题？”陛下，臣无能，请陛下责罚。孤不是向你兴师问罪的。臣去翰林院选拔官员，那些有名望的士子对臣说什么才疏学浅，不敢误国，还要再读几年圣贤书。还有人说什么自己怕死，不敢当官，这些士子也都是国家未来的栋梁，请陛下开恩。孤知道了。魏国公府徐辉祖正愁眉不展，面前站了一群满脸愤怒的书生。魏国公，如今陛下受难，山河蒙尘，您真的要这么一直闭门不出？诸位先生，我何尝不想呢？太上皇待我徐家甚厚，我若是对此无动于衷，岂不丢尽了我父亲的脸？这数月以来，我一直称病闭门不出，也不参加朝会，已经是我能做到的最大的极限了。国公，我等人微言轻，而你不一样，你是国公，是中山王之后，倘若有你带头，就算是不能彻底扳倒那个人，总能给他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。此事容我考虑考虑。国公，那我们就先回去，一切准备妥当之后，我们再来拜访。诸位慢走，我就不送了。这个朱允文聪慧是聪慧，但是却从不用在正道上，想要靠世子的舆论来扳倒我，又怕我会再动屠刀，还拉上了徐辉祖这个护身符。之前姑说的那件事安排下去吧。是。不好了，朝廷下令，咱们翰林院所有人都要参加1场选拔考试，通过的可以入朝为官，没通过的就得回家了。是要做他的官，除了洪武帝，任何人的官我们都不做。大不了我们都回乡做个私塾先生，也不做这谋权篡位之人的官。你们恐怕以后连教书先生都当不了了。这是为何？刚刚朝廷下了诏令，取消所有私人开办的私塾，以后全部由官府统一开办，每村、乡、县、州、省各设一个。教书先生也是领朝廷的俸禄。我就是个死，也绝不做官。哼，这是要找死吗？如今正是用人之际，你还要肃清翰林院，还要取消私塾？你嚷什么？这是皇宫，你是太上皇，老朱家的脸不要了吗？哼，看你做的好事，给咱滚下来！这老东西今天发什么疯？你觉得自己做的挺对，你这是要断了天下士子攀升的路，更断了教化百姓选拔贤能的路。幸亏咱一直在盯着你，不然咱一手打下的家业非得葬送在你手里。还有你们，身为臣子，不敢指出君主的错误，不当人子，该杀。太上皇，冤枉啊！行，咱倒是要看看你们能不能给咱说出个所以然来。朕打算全面改革大明，这一步就是要从教育抓起。
那你倒是跟咱说说，你准备怎么改革？朕为什么要告诉你？朕已经说过了，你就不要再插手朝政了，安心做你的太上皇就好。这大明是咱创下的，皇位虽然在你手上，但咱还没死呢，咱能让你当皇帝，也能不让你当。说，朕跟你说，你先别气，这么大年纪了，再气出个好歹来。朕之所以清空翰林院，其一，那些世子自命清高，不愿意为朕效忠，朕没有杀他们，反而准许他们回家，已经是最大的恩赐了。其二，这些人大多都是举子出身，虽然通读经典，但是却迂腐不堪。最近向朕请求拨款赈灾的折子，先是对着朕一番拍马屁，洋洋洒洒近千字，总结起来不过一句话：陛下打钱。话糙理不糙。咱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，但不知道怎么去改。这就得从最基本的教育抓起了。从小学的就是经史子集，多年积攒下来的毛病是改不掉的。朕取消私塾，就是为了改变这顽固的思想。你这意思，咱的八股也要被取消了？没错，如今的私塾大多都是世家大族开办的，教育把控在他们手里，天下士子也大半都是他们的门生，这很不利于大明的统治，所以朕打算直接推倒重来。你这可是动了那些世家大族的根基，他们岂肯善罢甘休？朕的打算是，私塾愿意取消的就取消，不愿意取消那就算了，反正以后科举不会考那一套了。朕会让各地官府在各乡县设立学府，将经史子集改为蒙学，也会将各朝史书节选之后进行教学。由官府新设的私塾教授蒙学、术、史学，而各乡县所设的学府，朕称之为小学。待学子们学有所成之后，再进入行省设立的高等学府进行深造，朕将其命名为大学。小学、大学，这名字好啊。可是允通啊，你能教这些？那些世家大族的私塾也能教这些呀？皇爷爷，这您就多虑了。不管是小学还是大学，学费是那些世家大族制定的一半，而且还可以适当的减免农税。这样一来，那些百姓家的孩子不就读得起了？不过还有一个问题，读书人多了，难不成每个人都入朝为官？朝廷对官员的需求可没这么大，想要从小学升入大学，需要通过考试，考过了吏部来安排他们，或是下放地方，或是入翰林院。那你方才说科举以后不考八股了，也不考经史子集了，那你准备考什么？自然是考大学里教的东西。你知不知道八股对大明的重要性？你们先下去吧。这个朕自然知道，但是朕认为八股可谓是戕害天下士子的毒瘤，必须拔除。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不实行八股，不让那些文人士子钻到八股的牢笼里，他们能老实吗？要钳制这些读书人的思想，让他们腾不出时间去做别的事。皇爷爷，你错了，你只看到八股能够钳制这些士子的思想，只顾着巩固自己的统治。可你想过没有，人的思想得不到发展，整个大明会出现什么情况？数百年后，我们大明就会变成一潭死水。你觉得这样的王朝是你想看到的吗？你用八股钳制大明百姓的思想，海外那些国家也会钳制百姓的思想吗？一群蛮夷打子而已。我泱泱大明如何拒之？7年周朝、晋朝、若宋，哪个不是如此想法？结果呢？国破家亡。世上没有永存不朽的王朝，但却有万年难以磨灭的血脉。我大明可以亡，但绝不能亡于外族之手。朱元璋从未见过朱允通如此认真严肃，竟一时怔怔无言，只能看着自己这个十分陌生的孙子。朕当年能够带着数千人横行列国，皇爷爷觉得外族人做不到吗？朕从不妄自菲薄，但也从不盲目自大。若是因为百姓思想被钳制，国家得不到发展，而被外族入侵，皇爷爷你便是罪魁祸首，便是华夏的千古罪人。听着朱允通的话，朱元璋沉默了。咱真的错了吗？皇爷爷，你做的够多了，剩下的让朕来吧。这大明咱会比你治理的更好。那你就去做吧，咱累了，要回去休息了。恭送皇爷爷。魏国公府，徐辉祖坐在大堂中，心中简直是五味杂陈。他家受朱元璋大恩，自己更是被朱元璋视为子侄。之所以纠结，是因为看到了朱允通治国的能力。你们觉得这位皇帝陛下如何？我倒是觉得这位皇帝会是个不错的皇帝，而且太上皇也会喜欢他。没错，大哥，他虽是做了这种大逆不道的事，但这是皇家的事，以咱们徐家的地位，不管是谁做皇帝，都会重视咱们家。而且咱们都知道，太上皇确实是老了，当年太上皇若不是没有办法，也不会培养琅琊王。且当今陛下远游归来后性情大变，就算是逼宫，太上皇可有任何不满？问题是朱允通这个皇位，他不是按正常流程走的。
大哥，咱们家向来不站队，永远都是站在陛下那一边。我看不如……父亲已经不在了，咱们徐家也今时不同往日。若是太上皇仍旧执政，咱们当然不需要站队。但现在太上皇不但退居了幕后，甚至所有事都放手了，却没个明确的旨意。老爷，琅琊王殿下来了。臣拜见殿下。徐叔叔不必如此，孤今欲来，不是以太孙的身份来此，而是以晚辈身份来拜访的。徐叔叔，尹文苦啊！殿下有什么事慢慢说。徐叔叔，尹文如今真的是走投无路了。如今朝中什么情况，您是知道的。还有皇爷爷的态度，都足以说明允伦已经失势了。我并非看中那把椅子，但是身处在这个位置，谁都身不由己。若是普通人家的孩子相争，说了最多丢掉家产、前程，但是在皇家丢掉的却是性命。臣已经知道殿下的来意了，只是徐叔叔，尹文不是觊觎那个位子，而是实在不忍看着大明就如此葬送。徐叔叔是不是觉得那人搞了个什么义务教育，得了民心，便是好皇帝了？殿下此言何意？我虽是女子，但也能看出这义务教育对于大明的影响，绝对是件大好事。这件事看起来是好，但是朱允腾毕竟离国多年，根本就不知道大明的水有多深。俗话说，流水的王朝，铁打的世家。在义务教育尚未兴起之前，大明的那些举子都出自那些世家大族。现在朱允腾有了这些世家大族插手朝堂的根基，你觉得那些世家大族会就这么看着吗？殿下是不是知道了什么？我派出去的眼线传回消息，说有些地方的私塾都被人暗中一把火烧了，甚至还有不少官府派去的教书先生被暗中杀害。这些必然都是那些世家大族做的。这些世家真是该死，为了自己的利益，竟然置朝廷诏令、先求功业于不顾，甚至还草菅人命。徐叔叔，你就算是动怒，也无济于事。世家自古以来就存在，义务教育虽然是好事，但是这种事岂能操之过急？当年皇爷爷和徐爷爷起兵的时候，多次向哪些世家大族求助，你应该深知他们的底蕴，而且他们同气连枝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就算是朝廷也不敢明着跟他们对抗。朱允腾此时已经触怒了这些世家大族，若是再这么下去，这大明真的快要完了。殿下放心，臣这就进宫劝谏。真是好大的胆子，给朕查，任何蛛丝马迹都不能放过，查不清楚提头来见。是。陛下，魏国公徐徽祖求见。他来干什么？不是看不惯朕一直称病不出吗？让他进来吧。是。